血旺拌粉从16涨到23，只有8小片；拌粉土豆片13，一片土豆1块5，小酥肉50块钱一盘。从服务天花板到客流告急，再到价格刺客，海底捞为什么越来越贵了？2021年巅峰时期，海底捞市值一度冲破4500亿港元，而截至今年8月，这个数字已经跌到了700多亿，蒸发了超过80%。2025年全年财报显示，海底捞营收432.25亿元，同比仅增长1.1%，净利润40.42亿元，同比下滑14%，营收原地踏步，利润不增反降。再看客流量，2025年海底捞接待顾客3.84亿人次，比2024年少了足足3100多万人，翻台率从4.1次掉到了3.9次。别小看这0.2次，对于1000多家门店的体量，这是每天少了几十万人的生意。但让人意外的是，海底捞的客单价反倒从2024年的97块5微涨到了97块7，人少了，人均花费反而多了。火锅界曾经的老大哥到底怎么了？2025年海底捞客单价在97块7，比2024年只多了2毛钱。2020年是110，这几年整体趋势其实是下降的。那么问题出在哪儿了？首当其冲的就是锅底。2025年，多地海底捞门店将锅底容量从1/4调整为1/3，牛油锅底价格随之上涨。官方解释是产品升级，消费者直接翻译变相涨价。小料和饮料成了隐形收费，小料加饮料2项加起来人均将近20，很多人结账时才注意到这比一道菜还贵。有网友晒单，小料10块，酸梅汤8块，我还没动筷子就花出去18。最狠的一招是消灭拌粉，拌粉毛肚原先40，取消拌粉后整份卖58，分量并没有增加。还有小份菜的文字游戏。2025年底，海底捞推出一批小份菜，最低3块8一份，看起来便宜了，但按克重一算，单价跟常规菜品基本持平。消费者的愤怒有道理，但海底捞的难处也是实打实的，食材成本风里一样往上涨。2025年，海底捞原材料及易耗品成本175.26亿元，比2024年多了13个亿，占营收比重从37.9%飙升到40.5%。牛羊肉价格2025年持续走高，12月全国牛肉均价71.33元一公斤，同比上涨7.3%。海底捞荤菜占食材成本超过40%，牛肉一涨直接拖垮毛利。辣椒也没闲着，小米辣一度突破每公斤70，人工成本刚性上涨，员工成本占营收32.6%，这个比例在餐饮行业属于偏高水平。为了留住人，还得涨福利。2025年上半年，人工费用率就同比涨了0.5个百分点，人没少花钱，客人反而少了，这一进一出压力更大，而且房租才是一座大山。1、2线城市核心商圈的租金普遍占到火锅店营收的15%到25%，热门综合体甚至超过30%。海底捞的门店大多在这些黄金位置，租金只涨不降，再加上海底捞的客人真的在减少，光是2025年就少了3100万人次，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。但门店租金要付，员工工资要发，食材采购要做，固定成本一分不少，人少了，成本没降，只能让还在吃的人多掏钱，越涨价越没人，越没人越涨价。海底捞走进了一个死胡同。海底捞也不是没意识到问题，2024年曾主动把客单价从110降到了97，想用降价拉回客人。结果呢，价格敏感的人觉得13块钱不痛不痒，忠实用户觉得体验没变，降了等于白降。别搞过副业。红石榴计划一口气孵化了20个餐饮品牌，207家门店。外卖业务2025年收入26.58亿元，暴涨111.9%，但这些加起来占总营收不到10%，撑不起大盘。2026年1月，退居幕后4年的创始人张勇重新出山担任 CEO。2025年下半年业绩确实有所回暖，营收从上半年的下降3.7%转为增长5.9%，但翻台率、客流量的颓势还没完全止住。当成本端压不住，消费端提不动，竞争对手全面围堵，曾经的神话也得直面现实，把品牌溢价等同于涨价，忘了年轻人愿意多花钱买的是值，而不是单纯的贵。